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么小鱼儿突然发现啊，GPT 3.5和 GPT 4o 的一个差距真的非常的大。那么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呢，一直用的是3.5啊，并不知道 GPT 4o 呢，它有一些什么功能。今天这里呢，小鱼儿就来给大家呢出一个简单的一个视频啊，就是 GPT 3.5和 GPT 4o 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 GPT 呢，它其实已经使用的非常的频繁了。比如说小鱼儿，那每时每刻几乎呢，只要我在做视频也好，平时生活当中呢也好啊，都会用到这个 GPT。那比如说啊，我个人比较喜欢看一些综艺节目。那大家都知道国内呢有一些综艺节目啊，比如说像《天天向上》啊，突然一下就没了啊。这里呢我就问了 GPT 啊，它详细的给我讲了一下。这个里面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都不用去看新闻哈。这里呢，我们先文字看一下啊 ，GPT 呢它自己的一个阐述哈，它的3.5版本和 GPT 4o 的一个版本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别？那这里如果说你还连一个 GPT 的账号都没有了，强烈推荐大家啊，不管你是做视频也好，还是写文案也好啊，或者是运用到你的生活当中啊，这个 GPT 你都值得拥有一个啊。这里描述栏呢有一个便宜的一个成品账号啊，大家可以先购买一个。这里呢，它告诉我们啊，具体呢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一个呢，模型规模，相比这个 GPT 3.5呢，它的模型呢规模呢更大，数据训练量更多。比如说我们原来的数据呢，可能是这里只是打个比方啊，原来可能是1000，那么现在的数据呢，它可能变成了10000。啊，所以说它在处理这些啊，比如说一些复杂的任务的时候呢，它更为准确和高效。那这个是 GPT 4，那 GPT 3.5呢，它的性能呢比4要低一点，尤其是在理解这个复杂的任务、抽象概念啊这些方面呢，那这个 GPT 4呢，它是表现出明显的一个优异。那么还有一个语言理解和生成质量，那 GPT-4 呢，在理解多语种、上文下文、含糊指令方面呢，它表现得更好，生成的内容就更加的流畅自然，语法和逻辑呢也更谨慎。那但是3.5虽然也能生成高质量的文本，但在处理这个复杂和长段文本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理解偏差啊、逻辑不一致的这些问题。那第三点呢，就是这个代码生成和问题解决能力。那么 GPT-4 呢，在代码生成、调试和复杂任务的时候呢，它表现更佳。那么3.5呢，也具备这个编程和计算能力啊，但是还是在编程方面呢，它的精准度方面还是逊于这个 GPT-4。还有一个图像输入功能，那 GPT-4 呢，可以知道啊，众所周知 GPT-4o 呢，它是可以直接画图的。那 GPT 3.5呢，它这个没法比啊，它没有办法给你画图。那么一个响应速度啊 ，OpenAI 推出的 GPT 4的这个版本呢，它的响应速度呢，这个 GPT 4的标准版本更为优化。那么还有一个适用场景哈，这下面还有包括一个成本的差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用实际的行动来看一下。那这里啊，我这是在 GPT-4o 里面问了一下 BOI 报告是什么。那么这里呢，我们先看一下3.5版本的，我这里是用的是手机登录的啊，手机上面是3.5版本的，电脑上是 GPT-4o 的。那么这里呢 ，BOI 报告是什么呢？它就2-3句解释了，就 BOI 报告通常指的是银行的，还包括什么投资局啊等机构发布的一个报告，具体指代的内容呢，可因上下文而不同。那这就是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哈。说实话，我是完全没有搞明白哈。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GPT-4o 啊，它的一个表现。那 GPT-4o 呢，这里同样它也是说这个报告出具于银行的一个资信证明，那么简称为 BOI 报告。那这类报告呢，是由银行根据客户的申请向第三方，比如说供应商啊、合作伙伴提供的一份客户的一个资信状况的一个证明文件。那并且它告诉我们啊，这个 BOI 报告内容通常包括以下几个点啊 ，BOI 的一个内容它都已经帮我们详细写出来了。第一是账户信息，比如说开户时间呢；第二是交易历史啊，比如说曾经有哪些交易记录啊；信用评级啊，它在银行里面啊，它的内部信用的一个评价啊；风险评估啊，银行会根据一些
基本的风险评估表明这个客户的财务健康状况，这个是非常详细的一个 BOI 报告是什么的一个详细解释。那么 3.5 它就完全逊色于4O。接下来我用手机操作一下啊，基本的一些常识啊，比如说成语一箭双雕和一举两得有什么区别啊？我这里发送给 3.5，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生成速度哈。OK， 这里它用一箭双雕和一举两得呢，它做了2个解释哈。这儿我再用 GPT-4o 呢来解释一下。那这里 GPT 3.5 呢，可以看到啊，它只是简单的给我们做了一个解释啊。当然，它也有一个来源和侧重点，也有一个适用范围。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3.5 和 4O， 那么 4O 呢，它解释了它的含义和出处啊。一箭双雕，它是来自于哪个里面？一举两得呢？啊，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含义啊？这里它给我们先解释，再来讲了它的一个用法和侧重点。最后呢，并进行了一个总结啊。总体来说呢，一箭双雕它是怎么样的啊？这个解释呢，它会更加的详细啊，比起我们的 3.5 的一个模型啊，这里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对比。那么接下来再来一段编程技术的这个问题啊，我先用 3.5 来。这里 4O 也，它让他们一起来开始，可以看到啊，明显 GPT-4o 它的速度更快。那么在速度上面呢，它就已经胜过了 3.5。那这里呢 3.5 可以看一下输入检查，首先要检查是否为整数，接着判断是否为非负整数。那么这里呢 4O 呢，它的响应速度会更快啊，它2个的结果呢其实都还是可以。接下来我们检查一下它的一个复杂语言，比如说这个翻译啊，让它翻译成一个法语。那么我们两边呢同时进行哈。OK， 那这里呢是不分胜负，它都能翻译出来。那么这里呢，同样我来让 GPT 啊，这个时候呢，可能 3.5 没法做到的一些事情了，比如说我这里帮我生成一张美女图片，这里呢同时图片 ，OK， 同样都是一样的，我先 GPT 3.5 先发给他。那么 GPT-4o， 那么这里呢 GPT 3.5 它是没法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 GPT-4o， 那我就一句简单的一个提示语就帮我生成出来了一个美女。那么它不仅可以生成美女哈，那我再让它帮我生成一张漫画的，根据以上提示词可以看到还是游轮上的一个美女哈，是一张漫画的哈，可以看到风格啊，就根据你的提示词你想要什么样的画啊，它就可以给你画成什么样的，比如说生成迪士尼风格，再让它生成迪士尼风格的 OK， 可以看一下啊，真的非常的棒啊，写实风格的、漫画风格的、迪士尼风格的各种风格的图 GPT-4o 都可以帮你完成。那这里呢，它不仅可以生成图片啊，我还是很好奇，让它帮我生成一个骑摩托车的美女，帮我生成一张美女骑着，这什么风格呢？我想一下啊，3D 动画风格吧。我们再看一下，挺有意思的哈。其实用这个，那可以看到哈，这个美女骑着摩托车的图片就出来了。那它除了可以生成图片，它还可以帮我们识别图片啊。比如说这里你可以点一个，这下面可以看到只有 GPT-4o 了，它才可以添加一个文件哈。我用的这里现在就是一个 GPT-4o。点击添加文件，这旁边你还可以搜索网页哈，点击添加文件，从电脑中选择，帮我看一下这个图片里面有什么啊？让他帮我看一下这个图片里面有什么，那看他能不能把它识别出来哈。OK， 看一下哈，这个图片里面有切好的玉米段，那他都知道这个玉米段是切好的，还有番茄块啊，但是这个呢，它有一点小小的错误，看起来有点像番茄哈，但是呢，这个是胡萝卜啊，放在一个锅里看，放在一个炖锅里啊，这个啊，他知道我们正在准备炖汤或者煮菜，那这个还是非常不错。这幅图是什么场景 ？OK， 那给他一个图，我让他描述一下这个场景。那点击一个发送，看一下啊，它会给出我们什么样的反应 ？OK， 看到啊，这幅画展示了一个夜晚的场景，画面中出现一栋现代风格的房子，灯光透过大面积的窗户照亮了内部，可以看到你房间里面是照亮了。天空有一些云，月亮高挂，
营造出一种静谧而又神秘的一个氛围。他说的非常没错，它可以识图哈，不管你什么图，那你不认识的一个花草树木，你都可以拍照发给他。所以说 GPT 现在真的很实用。那这里你还可以搜索网页，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谷歌今日新闻，今日发生最大的新闻 ，OK， 点击一个发送，可以看到它这里正在搜索哈，搜索一个 OK， 这里可以看到财务竞争压力，它截止的时间是我们昨天的时间哈，今天的可能还没有更新。这里看了之后可以看到它的来源，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这边呢就看到这些新闻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每一个新闻它会直接跳转到这个新闻的页面，可以看你要看什么新闻，你不用自己去翻你比如说想看娱乐新闻，那这里直接搜索一个娱乐新闻 ，OK， 点击发送。那么这里它来源于哪里？这里我们也可以点一下娱乐新闻，环球网的这里什么样的娱乐新闻都有。那你甚至还可以搜得更细，比如说最近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最近国内一个年轻明星患甲状腺癌症的新闻看一下有没有只是刷视频的时候有刷到过看一下这个有没有。那这个看一下49岁的台湾女明星许若瑄被确诊为甲状腺癌零期，这个确实是我最近刷到的，所以说我想问一下，可以看到它这里呢，你想知道它的一个新闻，点击这里这个旁边可以看到许若瑄确诊甲状腺癌，那么这里就可以看到一系列跟它相关的一些新闻，比如说11月近期这个是11月7号，看一下 OK， 这里可以看一下就已经跳出来了，这你直接往下翻就可以了，甚至你也可以让它帮你创建一个网站帮你写代码，这里不用这个就把它关掉你要用它的时候把它打开，不用就把它关掉这里帮我创建一个博客网站，我的关于健康的帮我创建一个博客文章网站OK， 那点击一个发送。现在其实很多代码都不用我们写了可能有一部分的人呢是在做一些跨境电商的，或者说呢平时可能会用的一些网站那这儿呢小鱼儿呢其实也有一个专门讲跨境电商的创建网站的一个频道感兴趣的伙伴可以去关注一下，点击这里就能看到，点击头像这里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链接。那这儿呢它是帮我们把这个创建网站的一些关键步骤帮我们写出来了帮我写一下代码这些都不用你自己写这代码交给 AI 就可以了。早几年那你要创建一个网站可能非常的复杂，现在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你把这个代码复制就可以去搭建你的一个网站了。那么这个呢，今天这个呢就给大家讲了这些GPT-4O 和 GPT-3.5 它的一个区别。那这儿呢可能还有很多朋友说，那我现在已经用上了 3.5 的版本，那我该怎么样升级呢？如果说你通过它的官网比如说通过它的官网去升级呢，可能1个月呢需要你通过它的官网去进行一个升级你没有一个合适的银行卡，你没有办法升级。那这儿呢我也会在描述栏右上角来放一个链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GPT 的一个升级教程里面写的非常的详细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怎么样去升级你的一个 GPT。那没有账号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描述栏点击一个成品账号购买。那么这个描述栏打开小鱼儿的这个视频可以看到你可以点开这一个视频，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在描述栏或者说在评论区都可以找到链接在描述栏这里点开更多，那么你可以看到 GPT 的一个升级教程。那这里呢有 GPT 的一个成品账号，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链接进来。那这个时候呢你会来到这个银河录像局包括小鱼儿用的 Midjourney 呢都是在这个里面银河录像局提供的。我们鼠标往下拉你可以看到这下面有很多的办公工具它办公的工具它不止Midjourney 或者 GPT， 它有一些写作方面的有绘图的，还有一个 YouTuber 的一个账号还有一个 PS
啊等等其他的。那这上面你还可以点击这里一个影音啊，这里面呢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工具，你都可以看一下啊。这里还有 AI 服务，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啊。除了 GPT 呢，还有其他的可以看一下啊。这里还有一个 OneWay， 还有一个游戏方面的可以看一下，这儿还有游戏方面的，还有路由器啊，它这个里面可以看一下。这里还有一个增值服务哈。那如果说很多朋友呢在注册 YouTuber 的时候呢，没有一个谷歌的一个账号，你没有一个邮箱，你可以在这里购买一个谷歌的一个账号来注册一个 YouTuber 的一个账号。啊，这里直接买一个就可以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去申请非常的麻烦哈，你可能会收不到验证码啊，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可以买一个现成的。那这里 GPT Plus 这里可以看到还可以选择代充，那么这里还有一个 Shopify 的一个账号注册，那我们点击这个第二个推荐，那这儿我们就找到这一个哈，可以看到 GPT Plus， 我们点击一个购买 ，OK， 这里呢可以看到有一个月的啊，可以看到这里这个是国内景象，它这里面有几个选择，有很多人不知道该买哪一个，那么这个是国内的啊，这个呢它的一个可以看到它1个月的价格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共享的会员，国内的呢建议大家选这个标准的月付啊。那看这个是国内的，看一下这个会员，共享的会员10个人呢是35一个月啊，4个人是80块钱一个月，那么10人呢一年付呢是400哈，4人年付呢就800多啊。如果说你长期使用，你觉得还行，你也可以考虑啊，长远打算也可以买的久一点哈，这个看个人哈。这里还有一个独立会员，如果说你不想跟别人一起用的话，那你也可以选择这个独立的会员哈。那这个 Plus 的一个年付可以看到1000多啊。选好了之后呢，下面直接点击支付宝支付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OK，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希望我们大家利用好这个 AI 工具啊，可以更多的节省我们的时间啊。2025年呢，我们一定要学会用 AI 工具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啊，提高我们做视频的一个效率。喜欢小鱼儿呢，记得给小鱼儿一个赞哈，并且呢，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那你还可以观看小鱼儿的其他视频啊，这里所有相关链接呢，我都放在视频的描述栏里啊。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